看完这期内容，你的人生轨迹会发生一点偏移，也许不是明天，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你会不由自主地得到你曾经只敢在脑子里想想的东西。在我们开始聊之前，我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想问你，你有没有盯着身边某个人，心里感到一阵隐隐的不平？那个人可能在办公室里就坐在你斜对面，或者在你的朋友圈里，你心里很清楚，他根本没有你努力，他没有你熬夜多，他没有你对工作那么上心，甚至他的聪明才智也不过如此。但是他得到的回报就是比你多，他的薪水比你高，他的资源比你丰富，他过的就是比你从容。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你们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感受，随便写，别藏着掖着。为什么会这样？社会不是总教导我们要天道酬勤吗？很多人对这种现象感到愤怒，觉得世界不公平。其实不是世界不公平，是你对世界运行的底层规律有误解。你之所以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丰厚回报，不是因为你不够苦，而是因为你少做了一件极为简单到让人忽视的事情，你不知道如何去要。很多年前，我遇到过一位很有智慧的老头，一位在个人成长和商业领域看得很透彻的前辈。他跟我讲过一套关于提问的哲学。他说，人在世上走一遭，想要什么，开口问就是了。这套逻辑拆解开来，就是走3步，外加2个心法。今天我就用我的经历和视角，把这套看似粗浅实则极其凶狠的生存哲学给你扒开揉碎了讲清楚。这套东西在美国的精英圈子里转了半个多世纪，我自己用了这么多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它不仅有效，而且是撬动财富和资源最锋利的杠杆。你得不到，往往是因为你闭口不言，你把嘴巴缝上了，你还在那儿等，或者你就算张了嘴，发出的也是毫无价值的噪音。想要翻盘，我们先走第一步。那老头说话很糙，他说第一步就是把你那该死的嘴张开。这听起来像是一句废话，对吧？但你想想看，这句话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的本质是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制造确定性的触点。只要你开口问，你就一定会得到点什么。得到什么，在你张嘴的那一刻你是不知道的，但只要信号发出去，世界这个庞大的系统就必须给你一个反馈。你会得到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回声，更多的变数。宇宙是非常冷漠的，它不会读心术。你的人生如果是一台放在角落里的吃饺子老虎机，提问就是那个启动的拉杆，你不拉，机器永远是暗的。你只要拉下去，里面的齿轮就会开始疯狂转动。它最后会不会给你吐金币另说，但它一定会转动。提问这个动作本身就会让你被动的、自动的收割到巨大的信息流。我给你举个最接地气的例子。天冷了，很多人抱怨自己孤独，想找个人谈恋爱，夜里裹着被子刷手机，脑子里全是对浪漫的幻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脱单。你得去问啊，你得去人堆里找到你看着顺眼的人，你得发问，你得去了解人家喜欢什么样的人，你甚至得直接走到人家面前问，你觉得我们俩有没有可能接触一下？当你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你的世界就不再是死水一潭了，你会不由自主地得到2个方向的答案，行或者不行，可以或者赶紧滚蛋。但是你发现没有，哪怕是最坏的结果，哪怕对方让你滚，你都排除了一个错误选项，你都获得了一个真实的反馈。甚至在那个不行里面还藏着某些行的线索，可能今天不行，可能你换个方式就行。逻辑极其简单，但威力巨大。那些天天在家里抱怨遇不到真爱，却连门都不出，连一句你好都不愿意主动跟陌生人说的人，他们到底在期待什么？难道他们是在期待一场入室抢劫式的爱情吗？是不是得有个疯子大半夜撬开他们家的防盗门，冲进卧室把他们按在床上狂吻，他们才觉得这是缘分？这难道不荒谬吗？所以问是最廉价但也最有效的破局点。我们把场景切换到你更关心的搞钱上。你在一家公司干了3年，你觉得自己的工资
配不上你的产出，你很不满，你每天在工位上摆臭脸，你加班的时候心里都在骂街，但是你唯独没有做一件事，你没有去问你的老板能不能给你加薪，你不问别人怎么知道你想吃肉，在老板眼里，你只要不叫唤，你就是一个运行良好的齿轮，一个不需要额外维护成本的优质螺丝钉。既然你没有要求更多的润滑油，我为什么要主动给你加？我自己把利润留着不好吗？换作是你当老板，你也会这么做。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所以想得到属于你的东西，第一步就是打破沉默，因为提问会强制触发对方的自动回复机制。好了，很多人鼓起勇气去问了，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老板说不行，你想追的人说你是个好人，于是你退缩了，你觉得那老头骗人，提问根本没用。这就是我们要走的第二步。你之所以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很多时候是因为你问得太蠢，对方给你的反馈不如人意，仅仅是因为你没有定义清楚你的问题。第二步的核心是精准地定义并描述你的诉求，你要把这件事情掰扯得比水晶还要透明，你到底想要什么，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凭什么人家要配合你？你必须给出对方愿意给你想要的东西的理由，财富也好，机会也好，都是一场正和游戏。你不讲清楚怎么把蛋糕做大，只想从别人盘子里抢肉，谁会给你好脸色？我们回到刚才谈恋爱和工作的场景，你跑去问一个你看上的女孩，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人家翻个白眼说不愿意，你觉得很受挫。其实你该做的是什么？你得问为什么不愿意，然后你得描述清楚，你得告诉他，跟我在一起你有什么好处？不是说你多有钱多帅，而是你要把你们结合的价值具象化。你要告诉他，反正你现在也无聊，我也单身，我情绪稳定，能给你提供极大的心理支撑。我做饭好吃，能让你省去叫外卖的烦恼。你为什么喜欢他？你为什么想跟他在一起？以及他跟你在一起能避开什么坑，得到什么快乐？把这些信息铺开了，摊在桌面上，你再问他愿不愿意。很多人连自己都没想清楚自己能提供什么价值，就敢去索取别人的青春，这当然会被拒绝，因为别人看不到全貌，信息差太大了。我讲一个我自己早期创业时候的真实经历。那时候我刚在一个一线城市拉起一个很小的队伍，成立了一家连办公室都租在偏僻角落的小公司。当时市面上有一个巨无霸级别的地产开发项目，是个风向标一样的存在。很多人盯着，我想跟他们合作，想接他们的活。按理说，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们没有任何名气，没有资金实力，团队加起来就那么几个人。但是我很想要这个机会。我不认识他们的高层，也没有什么中间人引荐。我做了一件最简单的事，我找到了他们掌门人的邮箱，坐在一家很破的咖啡馆里，直接发了一封邮件。我没有在邮件里哭穷，也没有空谈我的梦想。我直接问他，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小项目的合作机会？光问是不够的。我开始精准地描述我的问题和我的筹码。我在邮件里写得非常直白。我说，我知道您跟我们合作的风险是什么。风险就是我们把事情搞砸了，浪费您的时间和资金。但是，您跟我们合作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极度饥渴的年轻团队，我们会把这条命都搭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会付出大公司根本不可能付出的心血。为了彻底打消他的顾虑，我提出了一个对冲风险的方案。我说，为了证明我们不是骗子，我们可以免费为您先做一个阶段的测试版本。您看完这个测试结果，觉得可以，我们再坐下来谈合同。如果您觉得一文不值，我们立刻走人。您没有任何金钱上的损失，您只是花了几分钟看了一个不成功的样品，试一下，对您来说没有任何代价，只需要您给下面的业务部门一句话，让我们进场。你看，我是不是把问题定义到了极致？我的诉求是什么？给我一个进场测试的机会。对方的代价是什么？零潜在的收益是什么？
用极低的成本找到一个极度拼命的供应商。结果是什么？那位掌门人真的回复了邮件，把我们推给了项目负责人。我们没日没夜的干，通过了那个近乎苛刻的免费测试，最终拿下了那份正式的合同。那是我们在那个城市站稳脚跟的第一笔大钱。后来我身边很多人觉得我肯定是背后有什么通天的关系，或者是在酒桌上喝吐了血才换来的项目，其实根本没有。我就是在咖啡馆里花了1个小时敲了一封邮件，本质上我只是问了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结构是经过精密设计的。如果我当初定义错了问题，我直接发邮件说，老板，给我们投点钱吧，或者直接说把那个大项目交给我们吧，我绝对会被当成垃圾邮件拉黑。谁不想要钱？谁不想要大项目？如果你只是模糊地表达你要机会，你是拿不到机会的。你的提问必须足够具体，足够细致，足够清晰。换句话说，你要描绘出你渴望的结果，你要讲明白你为什么渴望它，你要设计好你怎么走到那一步的路径，同时你要替对方想好，他怎么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他想要的利益。当你的问题变得如此立体和具象化的时候，对方才有了思考的抓手。他可能会给你机会，也可能依然拒绝你，概率一半一半。但在真实的商业世界里，一半一半的概率已经值得你押上全部精力去搏了。你只要基数够大，你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概率学上的必然。第一个大佬给我机会的概率是 50%， 第二个人也是。当我不停地去发出这种高质量的提问时，我必然会命中。那些所谓的运气和机会，无非就是在你不断提问的过程中，瞎猫碰上死耗子般的匹配到了某种供需关系。而这种匹配的前提是你用清晰的描述降低了对方理解和决策的成本。接下来我们看第3步。那个老头用了一个很玄妙的比喻，他说，当你把那些高质量的问题抛出去之后，你收到的回馈会像海洋一样广阔。这句话刚听着有点不知所云，但它的内核其实是对信息的极致榨取。它的意思是，只要你发出了提问，只要你描述了问题，无论对方回答什么，你都会收到海量的信息碎片。你千万不要只死死盯着那个你最想要的肯定答复。如果对方说好，那固然完美，但如果对方说不好，他随后掉落的那些拒绝的理由、解释甚至敷衍的话语，全都是无价的商业情报。你要把你收集到的所有回馈全部当成你进化道路上的养料。让我们回到那个找老板要加薪的场景。你鼓起勇气描述了你的工作，问老板能不能加薪。老板看着你，摇了摇头说不行。普通人听到这个不行，心理防线就崩溃了。他们觉得彻底失败了，把这个反馈当成了一个纯粹的负面信息，甚至当成是对自己人格的否定。他们垂头丧气地回到工位，开始在网上投简历，或者开始每天带薪拉屎。但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懂得提问艺术的人，你会怎么做？你会在他拒绝你的那一刻竖起耳朵。老板通常为了安抚你，或者为了显得他很讲道理，他会告诉你为什么不行。他可能会说，你现在的岗位只是一个支持部门，公司最近利润下滑，只有那些能直接给公司带来利润的人，或者公司真的少了他运转不下去的核心骨干，才能涨工资。你听到了吗？这是一个极其昂贵的信息。老板把公司运转的底牌亮给你了。很多人把这话当成老板画的饼或者推脱之词，但其实它指明了财富在这个系统里的流向。你必须成为那个给公司造血的人，或者成为那个无可替代的节点。这时候，你的大脑应该飞速运转，开启你的连环提问。你紧接着问，老板，那我怎么才能帮公司赚更多的钱？公司现在有没有哪块业务是需要人去开拓，能直接带来收入的？如果没有，我能不能自己立一个军令状，去兴起一个赚钱的项目？如果我把那个项目做成了，我是不是可以拿到对应的分成？发现没有，在这个回合里，原本那个让人沮丧的拒绝变成了一把钥匙。
你通过不断的追问，把一个死局变成了一个探讨新商业模式的会议。即使老板最后依然没有答应你新起项目，你在认知上也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跃升。你突然就不怨天尤人了。你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每天累死累活地优化那些无关痛痒的产品细节，却不如旁边那几个整天在外面跑，看起来吊儿郎当的销售赚得多。因为你只是在增加成本，而他们在拿回现金。你洞察了这家公司甚至整个资本社会运行的本质。他不给你涨工资，是在节流；他给销售发高提成，是在开源。你仅仅是发出了一个提问，即使被拒绝了，你却获得了认知的升级，以及寻找下一次杠杆的方向。如果你不问，你永远不知道老板对你的真实评价，你永远不知道公司其实在暗中寻找怎样的人才，你永远像一个蒙着眼睛拉磨的驴，还觉得自己很伟大。这就是提出一个好问题的三部曲：张开嘴，定义清楚，然后像海绵一样吸纳所有的反馈。只要你敢于按下这个按钮，你就会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成长通道。在这个过程中，还有2个极其关键的原则，你必须要把它们刻在骨子里。第一个原则，提问的时候，你要带着脑子提出高认知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本质上是一场互相评估的游戏。很多人就是通过你提出的问题，在心里默默给你打分、贴标签的。你问什么样的问题，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遇到一个比你厉害很多的人，你跑上去问大佬有没有什么稳赚不赔、不费力气就能发财的办法，你猜那个大佬心里会怎么想？他会在1秒钟之内给你贴上一个标签。这人是个贪婪且愚蠢的巨婴，他既想要丰厚的回报，又不想承担一点风险和痛苦。虽然这只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在现实中，很多人拐弯抹角问出的问题，本质上就是这句蠢话的翻版。大佬表面上可能还会跟你打个哈哈，但他在心里已经把你从他的人脉圈里永久除名了。什么是高认知的提问？高认知的提问意味着你在抛出问题之前已经进行过深度的换位思考。你想从别人那里拿到资源、拿到钱、拿到机会，你在开口之前必须先在脑子里演练一遍。我问出这个问题，对方能从中得到什么？首先，对方能通过这个问题判断出你是一个思维缜密、有执行力的人。其次，当你抛出合作的可能性时，对方能清晰地看到这件事如果成了，他能分到多大的蛋糕。你提问的姿态可以放低，但你的视角必须拔高。你要站在你们双方利益交汇的地方去提问，把问题提得高级一点，展现出你对事物底层的理解力。别人不仅会高看你一眼，更会开始认真琢磨，跟你这个人一起搞钱是不是有搞头。第2个原则，也是很多人最难跨越的一道心理障碍，你要带着一种近乎蛮荒的信心去提问。那老头说，你要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一样去要东西。我们在社会里摸爬滚打久了，脑子里的条条框框太多了。成年人在提问之前，内心戏极多。我们会想，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冒犯？他会不会看不起我？我这么问是不是显得我很没水平？如果他拒绝我了，我以后在公司还怎么混？我们被所谓的社交礼仪和虚荣心五花大绑，最后只能选择闭嘴。但你看看小孩是怎么提问的。小孩提问只出于2个极其纯粹的动机：好奇心和对欲望的本能追求。小孩在橱窗前看到一个极贵的变形金刚，他根本不管自己口袋里有没有钱，他也不会去考虑父母这个月的房贷有没有还完，他只会转过头，眼睛放光地盯着父母说，我想要那个。这就叫本能的要。我想要这个东西，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得到它。父母面对这种纯粹的欲望，通常不会直接一巴掌打过去。父母会怎么说？父母会说，如果你期末考试能考到班级前3名，如果你以后每天晚上自己收拾房间，我就可能考虑给你买。你看，这不就是一个完美的交易模型吗？小孩抛出欲望，大人开出条件。现实残酷的成人世界，它的底层逻辑和这个变形金刚的故事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我们被教育规训的过于懦弱了。当你面对那些所谓的大佬、领导或是手握资源的人时，你完全可以卸下你那些沉重的自尊心，像个小孩一样纯粹的去提问。你就直接走过去问，老板，我想要赚更多的钱，我想要买房，我想要在这个城市立足，您告诉我，我需要付出什么？我能不能通过帮您解决某个天大的麻烦来换取我想要的回报？我是真的很好奇，也真的很渴望。您给我指条明路。你这么坦诚，他可能反而会被你的纯粹打动，他可能会直接甩给你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清单。他说，如果你能把这5个烂摊子收拾干净，如果你能把今年的业绩翻1倍，你想要的钱我给你。如果他告诉你了，恭喜你，你不再是一只无头苍蝇了，你知道了自己该往哪个方向流血流汗了。等你真的咬着牙把这5点都做到了，你再去敲他的门，告诉他，我做到了，现在该兑现您的承诺了。现实一点讲，如果你真的做到了这5点，帮你老板赚了盆满钵满，他最后翻脸不认人，死活不给你钱，怎么办？这种情况确实存在，通常只有2种可能，要么是他这个公司其实已经千疮百孔，资金链断裂，他真的拿不出钱了。如果是这样，你该庆幸你提早发现了这艘破船，赶紧收拾东西跑路，找下一个好码头。要么他就是一个纯粹的吸血鬼，但那又怎样？你在这个过程中历练出来的能够解决那5个难题的核心能力，已经长在了你自己的身上。你带着这套硬本领，去市场上随便找谁提问，去问行业里的其他人，别人都会抢着为你买单，因为你能搞定那些烂摊子，你就是市场上稀缺的资产。只要你敢于迈出提问这一步，你和你身边那些唯唯诺诺、得过且过的人，就已经处在完全不同的维度的了。绝大多数人这辈子都被恐惧和面子锁死了，他们只敢做眼前那一点点安分守己的事儿，拿着饿不死也发不了财的死工资。但只要你敢去问，而且你本身所在的平台不至于太烂，你和手握资源的那些人最终都会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个老板可能在深夜里苦苦寻觅一个能帮他开疆拓土的猛将，却一直找不到。而因为你的一次厚颜无耻的提问，他让你去试了试，结果发现你就是他苦等的那个杀手，他不再需要到处去挖人了，他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增长，而你也拿到了你渴望已久的财富和地位。这不是天下最完美的双赢吗？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没有人是真的准备好了一切才开始行动的。拨开所有复杂的表象，想要拿到结果，最核心的动作就是直面你的欲望，然后把那个该死的问题抛出去，去打破寂静，去建立连接，去榨取反馈，去完成交易。希望看完这篇文章的你，明天就能把那些在脑子里盘旋了无数次的念头，化成一句句清脆响亮的提问。去要理直气壮的去要，不要等什么虚无缥缈的缘分，也不要等别人良心发现来施舍。当你敢于直面自己欲望的那一秒，你周围的磁场就已经变了。作为你打破沉默、夺回人生掌控权的第一步，别犹豫，现在就滑到评论区，敲下这9个字：我想要，我拥有，我得到，别觉得难为情。把这句话当成你向这个世界下达的第一份通牒，写下来，认认真真的看着它，不要怀疑，这就是你本该配得的丰盛。如果今天聊的这些碰巧刺穿了你长久以来的某些自我消耗，让你在这个荒诞且让人喘不过气的周期里尝到了一点清醒的滋味，留下你的赞，订阅我的频道，顺手把小铃铛打开。外面的世界越是失控，我们越需要把内在的认知磨得极其锋利。以后我还会继续把那些被藏起来的底层运转规律一层层播给你看，帮你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护体。去留言吧，记住你写下的誓言。我们下期见。